我觉得我这趟旅程不应该叫做8堂纵走，应该要叫做不见唐马丹山。早安，现在7点半，今天要爬一个八仙山跟唐马丹山的纵走步道，然后因为路程比较远，所以我就早一点出门。那现在在松鹤部落，然后就是网络上找到从松鹤部落这边出发，就不用进去八仙山乐园里面，然后再另外付一个门票。所以好了，现在要准备出发了，不然我怕太阳下山前走不完。这次的行李大概8公斤、7、8公斤左右，因为这次在山里面，所以水源补给应该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我有多带一点水，就是这样。我这次机车停在松鹤部落那边的社区发展协会中心的停车场。因为我那个离线地图，它也是从那边开始走，所以我想说就停那边。结果其实再上来一点点这边，比较接近登山口这里，也可以停蛮多车的。机车有人骑到这里来放，我想说怎么都没有人，因为大家都停到这里来了，蛮多车的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台中。我走的不是原路来回，所以我走的是 O 型的。所以停下面那边就不用再多爬一个上坡，其实也是 OK 的。而且松鹤部落那边其实蛮漂亮的感觉，一个虹桥这样过来，很漂亮。然后你看远处山头啊，多美丽啊！八仙山这边好像有2、3个入口，可以从八仙山乐园那边走，可是那边是要门票的。然后这个入口是后来有人发掘的吧，不是发掘，就是有人把它发展起来的，然后就不用特别再去付八仙山乐园的门票，然后可以走一个八仙山，再加上唐马丹山、古关七雄之2个的那个纵走，是不是从这里就要开始往上爬了？我稍微看一下离线地图，所以这个真的是。如果没有看着离线地图，刚刚可能会没有看到那个转进来的地方。不过那边有一些登山都会绑那个布条，倒是还可以认得出来。有的时候有些地方看不太出来路，还是要感谢有绑这个布条。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比较早一点，还是这条步道真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比起白毛山那边。毕竟白毛山快要登顶前面那一段实在是太漂亮了，这段就是白毛山它最后的那一个风景，很漂亮的。走到这边我也不知道多远，因为这边应该不是它原本八仙山主要的那个官方步道，所以它没有0.5一个木桩的那个距离标示，所以沿路上的那个指示这种绑带啊、丝带啊什么的还蛮多的呢哦。这个松果球还是什么的。马兹波格里，就是最近在看那个摇曳露营。松ぼっくり。松ぼっくりはマッチ1本で火がつく自然の優秀な着火剤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火剂，
没有，我没有叫你点火，我只是看到突然想讲一下而已。露营，刚刚停下来看一下离线地图，我发现已经过了1个小时，我才走了2公里。上坡每次都会让人家觉得好慢哦，就觉得好像来不及了。不过应该是还好了，下坡都可以蛮快的。不过还是赶快走吧。我看到这样一大圈，我只走了这样一小段，就觉得我刚走上来的时候撞到那棵横着的树了，因为顾着在看脚下，长得高就是很常撞头。这一个主要路上，刚刚一抬头就看到这边写放弃吧，太硬了。8堂重种。让我们的相遇边爬山边爬边唱歌，明天会更好，多适合啊！爬山的时候唱这首歌。爬到一半遇到这个牌黄黄的，估计这个就是八仙山那边上来，跟我刚刚上来这边的交叉点。到凉亭了。2公里，天哪，好像又走了1个小时。可能有跟光帮顾报汇合了，已经有柱子了。现在是3.5公里，凉亭的地方就大概是3.5公里。哇，才走了3.5公里呢！哎，一直疯狂的中蜘蛛丝，好烦哦。每次都会有，终于有一个小缺口可以看出去了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山，棒棒的，4.5公里，快到了，现在到5公里了，从4.5开始左右吧，到现在5公里了，一直都非常的陡上，大概60、50度吧。现在5公里了，还有，不过是到顶了，有点累。OK， 现在大概11点半，我大概花了4个小时，从松鹤部落那边走到八仙山顶。八仙山可能走的人比较少吧，看都没有人。平常要捡这个牌子多难捡啊，大家都在那边抢的。今天倒是还好，没人。虽然现在是11点半，但是这边其实有点冷，赶快吃个浓餐，往下走，不是往下走，而是往唐麻丹山那边走。现在稍微休息半个小时，那个凉亭那边人也开始多起来了，所以也差不多该往唐麻丹山走了，不然等一下摸黑下山就不好喽。Go， 在这边往下走要小心，树叶很多很滑，刚摔了一跤，屁股有点痛。我本来想说，吃一个小滑而已，结果就跑就摔到屁股。哎，今天天气真的爆好，爬到一半不知道是哪里，那边一看是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。不过这方向应该是南头啦，那边不知道是南头哪里。我又跌倒了一次，这边这个树叶跟土真的都很松。我感觉我卡成小巴的，我拔起来卡成骨拢断去。还是要小心啊，那个树枝真的很滑。
树叶也是。这条走到现在没遇到半个人呢，看来这条走的人真的比较少一点，所以那个杂草比较靠近你一点。不过沿路那个布条还是蛮多的，这条感觉真的很少人在走。这个杂草快淹没了。现在我也不知道大概走到哪里，离唐麻丹山也不知道多远。可是地图上标唐麻丹山还有一段距离，大概要走2-3公里。然后刚好遇到一个人，他往八仙山那边走，还有一段距离。他想问我，我就跟他说还有一段距离。我沿路都会扶着树，然后我刚刚就扶这一根，稍微扶了一下，结果是棵枯掉的，然后就倒下来了，吓到。继续走。我觉得我这趟旅程不应该叫做8堂纵走，应该要叫做不见唐麻丹山。我真的是爬了好几个坡，我就觉得哇，唐麻山应该到了吧？不是，超远的，哇！终于到了一直不见的唐麻丹山。哦，好卡仔，我刚刚先去八仙山了。八仙山的主峰在这里，现在有点云雾了，好高！我从那里下来的吗？哈哈哈哈，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了。好，现在是4点，因为今天的5点半太阳就会下了。本来有打算去蝴蝶瀑布，可是实在可能会来不及。所以我现在要马上从我下载那个离线导览图是从这边这样绕一圈，再回去松鹤。可是我想应该走另外一边也是可以，因为他这边写说这一条比较陡一点。我刚刚沿路从八仙山那边过来，实在陡下，感觉不好走，会花时间，所以我走这边试看看好了啦。那边我有走过，可是我有点忘记，因为已经是10年前左右走的了。现在已经下到这个蝴蝶步道了，其实总合起来，现在才走18公里而已。今天走了这个八仙山啊，一路上真的都是几乎是难走的，树根跟那个树叶真的很多，很容易滑倒，又很难快速向下。而且从八仙山下到唐麻丹上，它那个下降高度有点多，所以某些路段真的很陡，没办法走太快。我早上7点半出发。现在已经4点50了，估计我走回去到车子那边也大概就快5点半，所以这样子花了多久啊？我走了10个小时。我今天下山是5点半，你看这个环境的暗，没有照到太阳的地方其实已经有点暗了，尤其山上丛林又多，大家来要小心哦。然后刚刚有人说经过这个果园会有狗，就从蝴蝶谷部落步道口这边过来，经过人家的果园。会有狗，那狗，它可以过来啊。只让它知道我的脚、我的鞋子是几号的。其实大家如果真的遇到狗追你，不用怕，就停下来看它。它如果真的敢过来，你就那个踹它一脚，它就会走了。狗反正应该就是你越追，你越跑，它越会追你，所以就要停下来跟它对抗，然后再踹它。多练点体力，这样可以排饱，这样就可以爬百岳。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到3000公尺以上的山去过，所以我也不清楚。所以就等合欢山雪退了，有机车可以上去了，我再去看看3000公尺以上会不会喘不过气来。这样，拜拜。